现在是凌晨5点，因为自己一个人旅行很难得有这种机会可以在早上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昨天睡一睡，早上4点多醒来一次，就想说，既然醒来了，那我干脆就出来走一走吧。那今天本来的行程是想要去新宿，其实现在虽然早上5点，但是电车都已经在跑了，都已经在运作，所以我现在就打算去新宿咯。那早上其实可以看到蛮不一样的，就是看到比较没有人的车站，包括刚刚看到车站外面还有上野一路走来，现在当然都是空空的。通常全家人一起出游不太可能有机会这样，那既然自己出来就把握一下难得跟全家不同的地方吧。既然是独旅，我们就享受这种机会。等一下就准备搭3手线，从上野到新宿。等一下5点10分会有一班车，然后开到新宿大概要27分钟。到新宿站了，这个站其实也是算大魔王等级的。不过之前我有先看过 YouTube 有那个很详细的介绍新宿站，大概我有点概念。那我等一下想去的地方，我等一下要去吃个早餐，打算从这个南改闸口出来，就是南边的门。新宿站还会有东门跟西门。它大概就是车站的各个方位，但是没有北门。那我现在就从 Southgate 这里出去吧。车票是208元。其实现在才早上5点半左右，但其实车站里面真的上班通勤的人好多，很热闹。日本人也是蛮辛苦的，这么早就要开始一天。是车道，其实这也是人行道有够宽敞的人行道。新宿站有一个天桥通到对面，对面这边就是公车总站。今天早餐打算去吃，也是很多人推荐的，有一间早餐汉堡店，它叫 Egg Slot。不过我看它是7点半才开门，现在还早。我发现前面竟然有一间温蒂汉堡，上次去大阪的时候吃温蒂汉堡，我觉得超好吃的。现在感觉很适合，先在这里先坐下来吃一下。我决定要来吃个温蒂汉堡。这间温蒂汉堡是5点开门，5点开到晚上1点。刚刚在店里面实在太安静了，所以不适合在里面边吃边讲话。来补一下心得，我刚刚点了一个最基本的，就是培根加牛肉的蛋堡，我觉得吃起来真的是很饱足，它的牛肉很好吃，我觉得有点像汉堡王那一种用烤的，然后它的薯条啊，摇摇薯条，其实刚开始吃都觉得很好吃，但是吃到最后会觉得有点咸，所以还好我点一杯热茶，那配一杯热茶就会综合一点，然后它那个位置其实很多，它的2楼、3楼都有蛮多位置，所以我看早上其实也蛮多日本人坐在那边慢慢的吃早餐、滑手机，而且它还可以充电耶！我们的餐点来了，这一家看它的介绍是从洛杉矶来的美国来的汉堡，叫 Egg Slot。老实说，我不知道它的招牌是哪一个。有啦，他刚刚有写一些推荐的，但是其实我没有点他的推荐餐点，我点的是培根蛋cheese堡，就蛮一般的。不过这培根看起来很厉害，感觉是煎的很脆。然
然后这个是一个 set， 它还附了几个薯饼。这个薯饼里面有6个薯饼，这薯饼感觉蛮好吃的。好，来试试看。培根煎的是比较偏比较硬的，煎的比较焦的。我觉得培根的口感太抢眼了，蛋跟面包都是很软的，然后咬了一个培根，算是比较脆的，比较硬的。我看也有人会点和牛汉堡，不过太高级了。我刚刚早上已经先吃一个温蒂汉堡了，我觉得它的面包烤得很好，也是烤得脆脆的。我感觉如果单吃它的面包加蛋跟起司就很好吃了。这家很多外国人来吃，我觉得好饱。我觉得我那个薯饼吃不完，来试试看它的薯饼。这个薯饼的外皮炸得很脆，它总共有6颗，那我就吃1颗味道就好了，其他5颗我就外带走了。其实这也是独旅的缺点之一，就是虽然一个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但是能点的种类比较少。现在是9点20，我觉得这个可以饱到中午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要去新宿御苑，就好好的走一下，散步一下，把热量消耗一下。地图，现在我们在新宿车站的南口。那等一下，我想要去新宿御苑，这边其实好像可以搭地铁到新宿御苑站前，不过我打算用散步的方式直接走过去。边散步边看一下这附近。自己一个人的话，我比较喜欢的是走路。那一般搭地铁只是比较方便啦，但是其实人都在地底下，从这一站到那一站，那中间就很多风景是看不到的。其实这几天台湾的天气也变凉了，不过来日本真的很明显感觉到气候的改变。一下飞机到成田的那时候早上到成田的温度是12度，那现在我在新宿走路，像现在是早上9点多，我现在看气温现在看起来是13度，而且现在是有风的状态。我觉得这种天气很舒服，就是穿一件薄外套走路，其实这样整天走路不太会流汗，蛮喜欢这种天气的。这种天气来日本旅游，我觉得是最适合的。前面已经看到一群很高的树了，这里一整区就是新宿御苑了。新宿御苑从地图上看超级大的，所以我不可能在里面全部走完，顶多就是找个角落散散步而已。大人是500块。这里有一些园内禁止事项哦，不能做商用摄影。那我的影片没有营地就不算商用，不能奔跑，不能吹乐器啊，不可以半裸。看来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。我的目标是走左边这一区，然后我刚刚自己看一个目标是这里有一个叫做台湾阁的凉亭，看能不能走到这里。那我们现在就在路口这里嘛，就看可能会走左边。或是怎么绕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走到这边。那如果实际走起来还可以的话，我们再去看看右边。我觉得这边很漂亮，很适合慢慢走，没关系，就随便走吧。先走到这个母子之声哦，这边超多乌鸦的，这个树林里面好多乌鸦，真的是神圣的地方。这个竟然是在这个新宿旁边，就是人来人往的新宿，等于是都市里面的森林啊，就像明治神宫一样，也是东京都内少数的森林。来稍微介绍一下新宿院是什么地方好了。据说这个地方原本是那个江户时代，那时候很多大名嘛，
就是各种封建领主。当时有一个叫做内藤清城的宅邸的所在地，也就是他以前的领土。然后之后变成皇室的庭园，然后后来又公开变成大家的。然后这边特色是它里面会有日式的传统庭园，还会有英式的景观庭园，也有法式的。总之就是不同的庭园，所以主要应该是来看一些庭园造景。我觉得走在这里面超舒服的，加上今天的天气凉凉的，全部都是有整理过的痕迹。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有秩序、很漂亮的美景。你看那些树，看起来都不像是本来长这样，感觉是被修剪过。然后这个草皮修剪的比我的头发还整齐。然后小孩子感觉不适合来这里奔跑。这边如果带果果跟布丁来这里奔跑的话，可能破坏了这里的神圣气息。然后我现在在这个绿地休息。哦，远远看到这个，想必就是台湾阁了。这个一看起来就很有台湾的味道。我刚刚在查了一下，新宿院这里有多大呢？这里有58.3公顷，这里是东京嘛，用东京巨蛋来比的话，有12个东京巨蛋这么大。但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台湾阁这里，我觉得应该可以慢慢走，可以把整个园区都走完。那这个台湾阁呢？它其实它的名字叫做旧御凉亭。那为什么它看起来那么像台湾的风格呢？它的原因是1927年那时候有一个住在台湾的日本人捐给皇室的。那时候的皇室是昭和天皇，那他要庆祝他的婚礼，为了送婚礼礼物，直接送一栋凉亭。那它的风格就是这种传统的闽南建筑。有木雕、屋瓦这些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台湾古宅。天空突然下了一点绵绵细雨。其实我看气象，明天后天应该会下雨。我本来是明天才要去新宿的，后来就是看到气象才决定今天先来新宿御苑。好，看来此地不宜久留。那这样也算是有看完了，我们就准备走出去吧。我们走到花园神社了，刚刚从新宿院出来，然后走到新宿三丁目附近，再走一小段路。这里面感觉也都是红色系的红色鸟居，前面好像有一点在整修。确实，整个神社在整修呢。那这边也是有一个稻荷神社，所以也可以看到千本鸟居。下一个目标是准备回到新宿车站附近。它这边有3栋 Lumine， 就是有分 Lumine 1跟 Lumine 2，还有 Lumine East。去那边吃午餐。那从中午到晚上，其实我打算就是一直在新宿的市区那一带逛到晚上。今天的行程就是一整天都在新宿。好，上来7楼吃这间有名的利久牛舌，这个应该是特别的套餐，它是有4片烤牛舌，它牛舌也有分等级的，然后这个是比较好的牛舌，然后跟几片的仙台和牛。那这是用煎的，看起来煎的应该是5-6分熟，肉有一点点红红，这样感觉很厉害。这个是一碗牛骨汤，我想要先喝一口汤，里面很多洋葱。蛮清的，很清爽。那我觉得它烤的刚刚好，这个是厚切的，很厚哦。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烤的熟度刚刚好，咬起来真的很脆 ，Q 脆脆。好，那我来试这个仙台和牛。好吃，觉得它烤的熟度真的不错。我本来的规划是今天中午要吃
2家，先去吃大富丽拉面，然后再来吃牛舌。不过其实早上吃的汉堡实在是有点饱，我觉得我吃不了那么多。我自己很少爱吃烤肉，烧肉通常都比较贵，比较高级。那我们带着小孩，其实也不太方便，所以就很少吃烧肉。但是自己一个来就可以慢慢享受，所以这次都是吃高档路线。刚刚我进来吃饭前，外面已经开始下比较大的雨了，等一下就顺便逛一下，希望逛完之后出去不要再下雨。午餐过后，我决定把整个下午留给新宿街头。独旅最奢侈的就是可以随性、漫无目的的走走，感受一下大城市的气息，看看东口那只3D 猫广告。朝圣著名的歌舞伎町，每个整点会发出特效的哥吉拉。在这一带逛到天色渐暗，就是想拍霓虹色彩缤纷的歌舞伎町。私出横丁，那我现在打算走路去东京都厅的展望台，就边走边逛吧，边走边逛到东京都厅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展望台就在这里。东京都厅的展望台在这上面，现在从这边看出去，右边就是它的北展望台，左边是南展望台。哇，直接在东京都厅底下看更雄伟，很厉害的建筑物。我刚刚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，因为我看到下面这边超多人在排队的。如果他是要排上去展望台的话，那我应该就会放弃了。我本来以为这个不会是很热门的地方，哦，看起来真的是排队要去展望台的。这边应该是电梯口，排这么长。好，我要果断放弃这里了，因为其实我本来想说只是个冷门的地点，可以来看看。不过如果是这么热门的话，基本上日本很多看夜景的地方。以前可能第一次来会很想要上去，但是现在会觉得还好。看夜景的地方其实很多可以去，看起来其实都差不多。我觉得它会热门，可能是因为它是免费的，如果要付费可能会少一点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东京都厅吧。它除了中间的摩天大楼以外，旁边是一个环形的建筑，这真的是一个大都市的感觉。我们是禅香山。看完那个音乐表演了，真的好险，还好我没有上去观景台。这种就是旅游的惊喜，因为事前我根本没有查有这个活动，我不晓得有这个活动。不过刚好接近6点才看到，它这个光雕表演的名字叫做 Tokyo Night and Light， 就是东京的夜跟光。取得不错，他有贴了一个节目表，其实他从6点开始到晚上9点半，每隔半小时会演出一次，然后每一个表演是15分钟，所以刚好是6点的第一场，然后演了15分钟，接下来等6点半会再有第2场，但它会有不同的歌单。因为今天是平日的歌单是比较多首，就是15分钟内它分成6首，有些可能5首、6首左右。假日的歌单可能就是3首，那可能1首的长度就会比较长。这建筑物因为够大，所以它光雕打起来还蛮震撼的。上次我们去大阪
在看夜景的时候有看到那个，好像是大阪都厅吧，还是市政厅，总之也是大阪的那个公家单位，然后也是在某一个整点也是有打光雕，还是日本的市政府都喜欢做这种事。都厅应该就是市政府嘛，他们建筑物也要够漂亮才可以打这些光雕，这真的蛮棒的。好吧，那我现在就要准备回新宿站，然后要搭车回上野了。因雨势变大，一整天也累了。这集影片就拍到这，下部影片见喽！喜欢我们的，订阅再开启小铃铛哟，拜拜。